佛教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，拥有许多学派和分支。但如果我们追溯源头，释迦牟尼佛，他出生为王子，后来获得了启迪，被称为佛陀，我们会发现一部名为《法句经》的教义。法句经为那些寻求内心宁静的人提供了一些深刻的智慧。因此，在斯多噶学派和道教之后，关于佛教智慧与内心平静的视频绝对不可错过。一、执着导致痛苦。这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。我们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我们对外在事物产生了执着，而这些事物本质上超出了我们的控制。这样做，我们实际上是在抵抗存在的基本真理。变化是唯一的不变，我们的青春和容貌随着时间而消逝，我们所爱的人终将离去，成功总有一天会结束，比如在 YouTube 上的成就。关键是要深刻欣赏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事物，同时承认其无常，并愿意放手一切。我引用佛陀的话：善者放弃对一切的执着，德行之人不因对享乐的渴望而贩卖自己，智者在遭遇快乐或悲伤时不表现出喜悦或沮丧。二、渴望正确的事物。另一个基本的佛教教义是，深切的欲望，也被称为渴望和欲念，毒害心灵，使我们感到不安，甚至生病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消灭欲望，甚至包括佛教僧侣对启蒙的深切渴望。你可能对佛教感兴趣，因为你渴望摆脱痛苦，所以欲望本身并没有错。关键在于渴望正确的事物，并保护自己免受那些导致我们迷失的错误事物的影响。在佛教中，这意味着训练心智。我引用佛陀的话：激情能侵入未成熟的心灵，如同雨水冲毁不良房屋。就像雨水不会冲破一座好的房子，激情也永远无法侵入一个成熟的心灵。追求感官享乐会导致痛苦。根据佛教，我们不应该渴望的是感官享乐。感官享乐本身并没有错，但一旦沉迷其中，就可能成为邪恶的源头。贪婪、暴食和上瘾等行为源于对感官享乐的渴望。当追求感官享乐控制我们的生活时，我们就会轻易被一个名为马拉的恶魔诱惑，导致我们作恶，基本上让我们陷入痛苦。由于追逐短暂感官享乐所产生的恐惧、不满和强烈渴望，我们常常会贬低、剥削、攻击，甚至残忍地杀死其他人类、动物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，甚至是我们自己。我引用：正如暴风雨能轻易摧毁一棵虚弱的树，马拉也能轻易压倒那些追求短暂享乐、感官失控、饮食过度和懒惰的人，并使其消散。从痛苦中生出美丽。痛苦是生活中固有的一部分，尽管佛教旨在结束这种痛苦，但完全抛弃生活的阴暗面，就像是扔掉洗澡水时把婴儿也扔掉。正是深刻的痛苦引导佛陀走上觉悟之路，往往我们的痛苦可以作为更好生活的肥料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因痛苦而获得的洞察力是变得更有同情心和更具创造力的机会。例如，如果我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痛苦，我就无法制作这些视频。我引用：路边的沟渠里，一堆垃圾上竟然盛开着一朵芬芳宜人的莲花。良好的陪伴是重要的。与斯多卡人相似，佛陀建议我们与智慧和积极的人交往，最好是那些也在追求觉悟的人。对于那些认真对待佛教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寻求佛教社区的陪伴，甚至成为僧侣或尼姑。当然，最后一种选择并不适合每个人。佛陀甚至曾经说过，与愚蠢的人或对我们有坏影响的人在一起，不如独自一人生活。我个人认为这是很好的建议。我引用：独自生活更好，与愚者无缘，独自生活，不做恶事，
像大象在向群众一样无忧无虑。训练有素的心灵带来快乐。佛教的基石是修习冥想，冥想的目标是实现心灵的自由，摆脱失控的思维。我们并不是我们的思想，然而我们往往将自己与思想认同，无论这些思想多么具破坏性。当我们能够摆脱过度思考，停止任何形式的智力活动时，我们便能活在当下，毫无负担，不被欲望和过去或未来所困扰。这就是幸福所在。我引用，他满怀喜悦于征服那些邪恶的念头，冥想于内心的污垢，常常保持高度的警觉，正是他能结束内心深处的渴望，割断摩罗的束缚。短期的恶行会带来长期的后果。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不会立即带来痛苦，例如纵情享乐可能会带来短期的快乐，而没有立即的痛苦惩罚。还有谎言、欺骗、操控，甚至盗窃，可能会带来及时的快乐或避免痛苦，但从长远来看，邪恶的后果终将追上我们。我们可能已经上瘾，因此我们的生活被无法控制的渴望所支配，或者因为我们的谎言和欺骗，我们变得不可信，不仅对环境，对自己也是如此。佛教徒相信因果法则，这是因果关系的精神原则，也相信轮回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在这一生中面对邪恶行为的后果，它将在下一个生命中显现，可能表现为不好的重生。我引用，邪恶之人可能在邪恶未成熟时过得很好，但当邪恶成熟时，邪恶之人就会看到他邪恶行为的痛苦结果。总而言之，根据佛教，你种下什么就收获什么。那么总结一下，让我们回顾一下视频中解释的内心平静的佛教智慧。执着导致痛苦，渴望正确的事物，追求感官享乐导致痛苦，从痛苦中孕育出美。良好的陪伴很重要，心灵的训练带来幸福，短期邪恶却有长期影响。请注意，所呈现的引用直接来自《法句经》，并得到了我自己的解读和我学习佛教时所获得的知识的支持。除了《法句经》，还有许多佛教经典可以学习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这些。如果你知道更多想分享的佛教智慧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谢谢观看。